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洲际导弹发射基地。美国提议让乌克兰重新拥有核武器。12国组建北方集团，全力支持乌克兰。俄军攻势减弱，乌军开始强势反击。库皮扬斯克乌军大捷，摧毁俄军90%装甲车。乌克兰摧毁克赤大桥的计划正在稳步实施，多款远程导弹来袭。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俄罗斯发射奥列什尼克中程弹道导弹的目的是展示其核打击能力，以威慑北约和欧盟，迫使其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如俄战略导弹部队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称，奥列什尼克导弹系统可以打击欧洲任何地方的目标。不过，俄罗斯的目的大概又要落空了。其一是因为奥列什尼克导弹数量少，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诺夫称，该导弹还在试验中，目前俄罗斯只有几颗。而且乌军已经出动无人机大规模空袭了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京亚尔基地，该基地是俄军用来发射奥列什尼克导弹的地方。截至目前，虽然未有详细战果披露，仅有的消息也只是显示一架乌军无人机被击落，但毫无疑问，该基地位置情报已被乌军掌握。为防止俄军首次发射奥列什尼克导弹，乌军接下来可能会继续对该基地实施大规模空袭，或是出动特种部队、游击队实施奇袭，以绝后患。其二是因为每次俄罗斯升级局势，乌克兰就能得到更多援助和支持。英国首相斯坦默表示，英国会确保乌克兰获得长期所需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其中包括提供暴风鹰导弹和追加提供的750万英镑，用于购买攻击和侦察无人机的军事援助。英国陆军参谋长罗布·马格万中将更是直言，如果俄罗斯入侵东欧，就会与俄罗斯开战。不得不说，大英帝国就是硬，当然他们也有硬的实力。英国有一个被称为持续海上威慑的核威慑系统，如果英国受到俄罗斯的攻击，大量核武器将从随时待命的潜艇和军舰上向俄罗斯发射。如今英国现役的4艘前卫级核潜艇就携带多达16枚3叉戟 2D5 导弹，每枚导弹内部携带8枚核弹头。第二硬的是美国。据《纽约时报》报道，有数位美国官员建议拜登总统将苏联解体后从乌克兰拿走的核武器归还给乌克兰。他们表示，这样做可以使乌克兰立刻获得巨大的威慑力。对此，火力军认为，即便拜登离卸任只有2个月，但他肯定不会这么做。而这种言论被报道出来，火力军觉得其更像是在释放一种信号，即美国有义务继续援助乌克兰。因为如果当初乌克兰不放弃核武，现在都不需要他国的支援，甚至是乌俄战争都不会有。而且相比于归还核武，乌克兰应该更希望得到萨德，或者是升级现有的爱国者来增强防空力量。当然，俄军发射奥列什尼克中程弹道导弹也让美国有点应激。五角大楼已宣布调整核威慑战略，提高了俄亥俄级潜艇的战备状态，而该潜艇装备着3叉戟2洲际弹道导弹。其他一些对乌克兰支持和援助的国家和组织还包括12国新组建的北方集团。据悉，该集团由丹麦主办，汇集12个欧洲国家，旨在促进防务合作，并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为乌克兰国防工业提供资金。据统计，这12个欧洲国家的 GDP 总和是俄罗斯的10倍多，人口是俄罗斯的 1.5 倍多。在其全力支持下，乌军将越来越强大。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特于10月23日表示，欧美盟友不应该在援助乌克兰上设定红线，同时还暗示他将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并呼吁欧洲各国增加国防开支，对抗俄罗斯。欧盟议会主席罗伯塔·梅佐拉也于11月23日敦促德国总理舒尔茨向乌克兰援助远程金牛座导弹。大家觉得，如今美国、英国、法国都已做出改变，舒尔茨还能坚持多久？此外，荷兰承诺的24架 F-16已经全部交付给乌克兰，并且还额外支付了 1.5 亿欧元，用于给战机购买相关的空对地导弹。而且和丹麦一样，荷兰也没有对 F-16设置使用限制，乌克兰空军可以自由驾驶它攻入俄罗斯境内。武器限制解除后，乌军对俄罗斯的反击正在加大。库尔斯克前线，乌军开始着重打击俄军运输纵队和后勤运输线，如乌克兰空军使用美制的 GBU-39制导炸弹，精准炸毁了塞木河上临时搭建的桥梁。随着乌军空袭频率的提高，库尔斯克制空权的更替正在逐步实现。与此同时，在地面战场，俄军此前为了完成普京在1月20日前将乌军赶出俄罗斯的死命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导致如今俄军的攻势持续减弱，已经不复此前的频繁。据战报记录，最近3天，乌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西部共击退了3次俄军的机械化进攻，其中乌军第8团的特种部队更是成功进行了1次突袭，消灭了10名俄军并俘虏3人。乌军第95旅则与俄军第810旅再次爆发激烈战斗，成功消灭了俄军的一个完整小队。截至目前，乌俄双方交战最激烈的地区依旧集中在达里诺、尼古拉耶沃、达里诺、夏林克等地。而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消息称，乌军仍控制着库尔斯克地区600平方公里以上的面积。值得注意的是，经过确认，俄罗斯第14位将军、列宁格勒军区第1副司令瓦列里·索洛丘克中将，目前在乌克兰暴风鹰导弹对库尔斯克俄军地下指挥所的袭击中身亡。前线方向，乌军使用欧美重型武器的频率也在逐渐提高，目前已在前线多地展开反击，并有了不俗的收获。哈尔科夫方向，正如火力军所言，战斗变得十分平淡。22日和23日，双方均未取得确认的进展。库皮扬斯克方向，10月23日，据战争研究所援引一名乌克兰营长的话称，俄军在大雾的掩护下出动了装甲运兵车，对乌军阵地发动了奇袭，结果遭遇大败。该乌军营长表示，乌军不仅将其击退，还成功损坏了俄军部署在前线和近后方约90%到95%的装甲车，迫使俄军目前只能步行12公里才能抵达库皮扬斯克方向的前线阵地。该营长还称，俄军为了少死点人，拉低一些死亡率，正伪装成乌军士兵对乌克兰后方进行渗透活动。此外，在特尔尼东部，乌军还击退了俄军第144摩托化步枪师，一次排挤的机械化攻势。西维尔斯克方向，俄军遭遇大败后，正在使用 Kh-38导弹袭击西维尔斯克西部顿涅茨河上的乌克兰浮桥，阻止乌军进一步反击。此外，该方向虚报战果的俄第3联合武装集团军指挥官、参谋长和麾下的第7摩托化步枪旅的指挥官已被俄国防部逮捕。俄军南部军区的代理指挥官根纳季·阿纳什金上将也因向总参谋长谎报前线情况而被解职。俄军指挥官谎报战果遭逮捕或解职，足以说明俄军进攻损失巨大。当然，一些乐观的亲俄博主则声称，阿纳什金的免职表明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开始参与军事管理，而不仅仅是国防部内部的行政和经济改革，算是一种自我安慰。托列茨克方向前线确认轮廓很难确认，只知道乌军正在涅利皮夫卡和谢尔比尼夫卡村反击。据有消息称，两军的巷战极为惨烈，经常会在同一栋建筑内展开交火。红军村方向，一个乌军旅的发言人报告说，目前该旅正在防御4个俄罗斯摩托化步枪旅的攻势，每天都要交战不小于10次。但从去年9月份至今，红军村依旧良好，乌军防线也没有任何要崩溃的迹象。库拉霍夫方向，俄消息来源说，俄军取得了多次进展，接连占领了数个村庄，但火力军不敢信，也无法证实，毕竟战役地图的战线已经好久没变动了。当然，该方向形势确实严峻。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称，该方向已经成为乌军最具威胁的方向，乌军每天都要与俄军发生数次交战，而俄军每天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如在昨日战斗中，看守河流的乌军第46旅近期就发现并摧毁了一支试图乘坐充气船渡河的俄军突击队。在库拉霍夫以南，据地理定位的镜头显示，俄军正从4面8方展开包围圈，围困伊林卡、汉尼夫卡、罗曼维卡方向的乌军。而乌军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打算后撤构建新防线，避免对库拉霍沃乌军产生更大压力。在顿涅茨克和扎波罗尔州交接地区，乌军在大诺沃希尔卡东南部的田野中成功击退了俄军一次连级机械化攻势。恶劣的天气配合乌军部署的地雷，让俄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乌军的海马斯更是再次就业，多次定点打击了俄军聚集点。在更南端的比尔江斯克，由于俄军攻势放缓，乌军反击和空袭有了明显的增加。有消息称，比尔江斯克港口一带在夜间遭到乌军袭击。虽然具体的战损有待后续披露，但该地区作为俄军的后勤调配中心，不仅有海运港口，还有直通顿巴斯地区的铁路。如今被打击，毕竟影响扎波罗热的前线战场。至于克里米亚，乌克兰摧毁刻赤大桥的计划正在稳步实施。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军发射海王星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俄军后勤中心。而在此之前，11月22日时，乌军还对临近的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亚布洛诺夫斯基大桥发动了远程打击。而且据综合分析认为，乌军袭击时发射的很可能是暴风鹰导弹。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靠近黑海，总面积7.6万平方公里，边境总长达到了1540公里。
包括740公里的沿海地带，而乌军袭击的亚布洛诺夫斯基大桥距离克什大桥不过才110公里。乌军打完大桥，又摧毁俄军后勤中心，很明显都在为摧毁克什大桥做相应的准备。而且在远程武器禁令被取消后，乌军的行动明显有了更从容的空间，不必再单纯依赖无人机实施空袭。据战区报道，乌军无人机部队正在测试新战法，即以较大型无人机为母机，通过携带多个 FPV 深入敌区，能够有效扩大 FPV 的作战半径。同时，无人母机还能够通过机载通讯模块，强化地面控制站与无人机间的操作信号，降低断联导致任务失败的潜在风险，极大的提高实战效率。按照乌军计划，无人母机目前暂定为 T-10无人机。该无人机最早于2022年首度曝光，原本主要用于执行侦察任务，最大航程约35公里，单机成本在1.2万美元左右。在经过改装后 ，T-10无人机可挂载炸药，转换成自杀式无人机，也可以同时挂载6架 FPV 担任无人母机。在此次测试中， T-10无人机的两侧机翼下方各倒挂一架携有炸弹的 FPV。在接近目标时，这两架 FPV 会被释放，随后 FPV 机位进行转正，同时开启侦搜设备寻找地面目标，且在最后顺利锁定并成功攻击一辆皮卡车，初步验证了这一战法的可行性。待后续技术成熟，这种无人机战术将会使俄军更加头疼。根据媒体报道，北约近日举行了一场大规模军演，代号为“动态前线25”，旨在提升北约内部炮兵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演习时间为10月4日至24日。演习区域覆盖芬兰、爱沙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演习成员包括28个国家，约3700名士兵。据悉，此次演习投入的火炮几乎涵盖了北约所有的火炮类型，其中美国方面使用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和 M777 榴弹炮，芬兰使用 K9 自行火炮，法国使用凯撒自行火炮。根据 X 平台部队认可网报道，比利时、法国、荷兰和卢森堡正在进行一项联合军演，代号为“黄色守护者”，旨在提高各国间侦察、情报和电子战部队的互操作性。演习时间为10月20日至29日，演习地点在法国讷沙托和比利时比特亨巴赫之间。参演成员包括上述4国的600名士兵和180辆军车。演习内容共分为多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渗透演习，持续2天时间。参演部队从讷沙托出发，前往比特亨巴赫营地执行侦察任务。该阶段将于10月25日结束，随后将进行模拟敌军的实战演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目前拥有强大的预警能力，能够在数秒钟内侦测到地球任何角落发射的弹道导弹。例如，此前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弹道导弹，乌克兰一度认为这是一枚洲际导弹，但美国指出这是一枚新型中程弹道导弹。随后，该说法也得到俄罗斯方面的证实。目前，美国预警能力的主力为天基红外线系统，由洛马和诺格公司开发，整体由6个卫星组成，可与其他低轨道卫星协同工作，并借助各种感应装置，能在数秒内完成导弹的信息收集工作，从而分辨出导弹的种类。同时，部署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大型地面预警雷达，能够与这些卫星共享实时信息，以进一步确定导弹的发射角度、方位角、飞行轨迹高点、速度、着陆点等信息。此外，美国还在持续精进导弹预警能力，例如太空军正在进行下一代高空持续红外线系统导弹预警追踪卫星计划，预计该计划总耗资约150亿美元。据美国突破防卫报道，美国国防部正推动安全云计划，旨在通过设置由军方管理维护的专用云端作业环境，让获得安全认证与权限的厂商进行云端作业与资料存储，降低被黑客窃取的风险。此外，安全云计划将借鉴美陆军的次世代商业营运飞地防御计划，预计 NCODE 计划将在2025年至2027年投入2600万美元进行先行测试，为后续的安全云计划铺路。据自由时报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市长申元实指出，作为朝鲜援俄的回馈，俄罗斯将对朝鲜进行多方面的援助。首先是加强朝鲜的防空网络，俄罗斯将向其提供防空系统和导弹，尽管目前尚未披露具体型号。
但大概率是 S-400，其次是向朝鲜提供卫星技术。实际上，俄罗斯从去年就声称将向朝鲜提供卫星技术，但直到今年5月，朝鲜发射军事卫星失败后，俄罗斯才付诸行动，最后是可能存在的核技术转移。尽管目前尚未有证实，但从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大量原油，再加上朝鲜弹道导弹那不同寻常的研发进度，这种可能性极大。与此同时，朝鲜最近又向俄罗斯增援了170毫米口径的鼓山大炮以及240毫米火箭炮等远程火炮。相关专家据此推测，朝鲜可能还会向俄罗斯增派炮兵部队。尽管目前尚未有相关迹象，但也不排除存在这种可能。如果后续猜测成真，那么朝鲜援俄的火炮部队其规模最多可达4000多人。另据 CNN 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查封至少4个由朝鲜特工架设的网站，原因是这些网站冒充美国和印度的合法企业，用于替朝鲜核武计划筹集资金。目前，美国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已发出逮捕令，追踪并打击这类假公司。与此同时，白宫官员也对此进行了表态，指出朝鲜大于一半的导弹计划资金皆来自于网络攻击和窃取加密货币，并为此举出了相关实证。例如，2022年时，朝鲜特工通过伪造身份渗透到美国加密货币产业和技术公司，随后又使用特殊渠道盗窃公司资金。此外，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强调，目前已查出来的假公司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至于朝鲜还有多少此类公司，目前仍在调查中。根据媒体报道，韩国与秘鲁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将在秘鲁生产 KF-21 战机的零部件。此前，秘鲁表示会从明年的军事预算中拨款35亿美元，用于采购24架战机。后来有报道称，秘鲁已与韩国进行谈判，将购买20至24架 FA-50轻型战斗机。同时，秘鲁还表示对 KF-21 战机项目有兴趣。韩国当时回应称，如果秘鲁决定同时引进 KF-21 和 FA-50，那么其将在秘鲁建立生产基地，使其作为韩国军机在该地区的后勤中心。不过，当时 KF-21 战机并非秘鲁空军的唯一选择，参与竞标的还有法国的阵风战机、美国的 F-16CD Block 7072战机、瑞典的鹰狮战机。另外，由于秘鲁空军装备着法国的幻象2000战机、苏联时代的米格29战机和苏25攻击机，考虑到幻象2000战机和法国阵风战机皆由达索航空制造，在操作习惯上占据先天优势，可能会是秘鲁空军的心仪之选。但此番与韩国签署备忘录，又为其战机的最终选项增添了许多变数。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公布了一款新型直升机，代号为 HB-17，其中 HB 是该直升机公司 Helibod 公司的缩写。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HB-17是一款中型直升机，其定位类似于 UH-60M 或 NH-90，旨在执行货物人员运输以及火力支援等任务，并计划于2027年进行首飞。HB-17的设计细节如下：在结构方面，该直升机拥有5叶片主旋翼和3叶片尾旋翼，并采用可收放式起落架，与美洲狮直升机的起落架十分相似。最与众不同的是，其还采用了流线型楔形机头，前端相当平坦。在武器方面，配备有专用的武器支架，风格与米17相似，可搭载非制导火箭发射器，增加火力支援能力。在动力方面，采用混合动力装置和联合控制系统，无需加油即可飞行7小时，并能够在7分钟内飞行约50公里。据德国国防部声明，该国 NVL 集团已开始为德国海军建造第一艘424型舰。按照德国计划，总共要建造3艘同型舰，以取代现役老化的423型舰，加强德国的海上情报搜集能力。据悉，该项目在刚提出时成本仅为21亿欧元，但在设计过程中，德国提出了更多要求，导致424型侦察舰的尺寸、舰载设备和任务增加，从而使整个项目成本攀升，截止到2023年已上涨到33亿欧元。另外，目前424型舰的尺寸数据和外形特征并未披露，只知舰长为132米，配备有先进的 SIG-INT 系统，用来监测广频谱的雷达和通信信号，还将配备专门的电子、水声和光电传感器，用于全面的水面和水下侦察。预计第一艘424型舰将于2029年交付，至于后续2艘舰艇，分别将于2030年和2031年交付。好了，本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军的反击会如何进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